看，这有一只小猫。好，今天在一个很有禅意的地方，跟大家聊一聊失业的问题。最近美国去年的数据上显示，去年一年美国有超过30万人失去了工作。那今年2023年也是，直到上半年科技公司都开始上万人的裁员。那中国也是最近公布的数据说，有超过21%的青年人没有工作。那而且它的统计上来说，也是每周只工作1个小时就算是有工作，开一个闲鱼账号卖二手物品也算是有工作。那即使在这样的统计标准之下，还是有这么多的人失去了工作。那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就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波折，那么这个时候钱就是非常管用的。有句话就说 Money doesn't buy happiness, it buys freedom。 钱不是用来买不了幸福，很多有钱人积累到一定财富的人都知道，这不会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但是钱可以带来自由。这个时候呢，提醒我们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在巴厘岛跟那位女生大鹅同学聊到，她分享的一点就是她很年轻，只毕业了几年，但是她说她在毕业了以后，她的收入也不错，然后呢，她没有掉进消费主义陷阱。这个时候呢，允许她存了一些钱，她可以买来她自己的人生1-2年的自由。她去了巴厘岛，然后呢，现在跟我们说她在伦敦，然后所以说，她有非常多的选择，这就是钱的作用。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去抵制消费主义陷阱。赚钱的目的就是有些钱你可以不用再去赚了。所以第一点建议呢，就是我们在有机会的时候去存钱，避免进入消费主义陷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经历离职的时候呀，去考虑怎么样去为自己争取最大化的利益。这些利益呢，包括你离职的方式、被 lay off 的时间，然后去争取自己的所谓的这种 severance package。其实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是道德呀？有本书上就说呀，争取自己的利益，推进社会进程，从来与道德无关。他们呢，就是说你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本身就不是一件用道德去衡量的事情。道德呢，通常说就是小人物的枷锁，然后呢，道德呢是大人物随手拈来，用来去控制、用来去统治其他人的一种工具。所以呢，如果你工作的是一个所谓的 for profit， 一个以利益为主的公司，那么其实对你个人也是一样，思考一下怎么样可以最大化你的回报。那么在经历离职的时候，我们的朋友说呢，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拿一些时间去做你喜欢的事情。这些喜欢的事情可能是阅读，可能是烹饪，可能是徒步。那其实通过这些运动，通过这些练习的机会，让自己感受到快乐，感受到幸福，作为一个过渡期，这是很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么在短暂的恢复期之后呢，其实大家要知道的就是，你的整个职业生涯远远比一份工作更重要、更大。Your career is much bigger than your job。这只是一份工作，那么之后就开始思考怎么样去把时间投资在自己身上。就像巴菲特说的，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资源是时间，所以要把最宝贵的资源一定要投资在自己身上。投资在自己身上，投资什么呢？那真的有非常多值得投资的事情。简单的说，第一，从入市的角度上来说，学习一个市场价值很高的技能，这样会加速你在未来财富积累。用时间去换钱，虽然这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呢，具有一个有市场价值的技能，可以增加你用时间去换钱的速度。那第二，可以学习投资，未来有了钱，该怎么样去理财，怎么样去投资，建立被动收入，去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然后呢，可以让你提高你的所谓的税后收入。那么从出世的角度上来说，去丰富你的内心，去学习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如何提高自己的思考力，如何提高自己的批判性思维、战略性思维，让自己避免以后再用战术上的忙碌去掩盖战略上的缺乏。因为在这样一个投资自己的阶段，就是一个沉淀期。因为财富的积累一定是需要时间，第二，它需要周期。那么在一个不好的周期，在就业市场不好、经济情况不好的周期，那就应该用一个自己的战略去丰富自己，去提升自己的价值，提升自己的内心。这个时候呢，等到市场周期向上走的时候，我们再加快的积累资产。
那么从入世的角度说一些想法之后呢，我们再从出世的角度去思考。从出世的角度，我们理解到我们自己所有的痛苦，除了身体上的病痛以外，所有的痛苦都是由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想法带着的，或者说呢，我们所有的痛都是由我们的价值观带来的。人不是被某件事情所困住，不管是没有了房子住，没有了工作，而是被我们对那件事情的看法，还有担心别人的看法所困住。所以记住，困住的不是那件事情，而是对那件事情的看法。所以呢，这一切的过程其实都是自己在跟自己的内心去博弈。有些人呢可以冲出枷锁，有些人一生都困在这个牢笼里面。那么从财富积累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我们知道小富靠勤，中富靠势，大富靠运。那么从财富积累的角度上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往往是徒劳的。那么这个时候静下来去提升自己的认知，就像谁说的，财富是对认知的嘉奖，而不是对勤劳的一种补偿。所以要提升认知才是最关键的方式。而抛开财富呢，我们说人生就是一个赌场，而我们的时间就是来到这个赌场的赌资。那你拿着这些有限的赌资、有限的时间，究竟想换来一些什么？你可以工作换取金钱，也可以用健身换取更健康的身体，也可以通过阅读、冥想、修行来去丰富自己的内心。这一切都是时间可以去购买的东西。那思考一下，我们想购买的究竟是哪些？就罗马时期的一位哲学家就说，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思考，如何更加欣赏和感激我们已有的东西，而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去追求哪些更新的东西，把它划入到我们自己的名下。但是呢，很快就把它忘掉了，因为外界的这些，无论是物质还是这种社会地位，其实外界所能轻易给你的东西，它也可以轻易带走。而我们所积累的这些一切的所谓的物质上的拥有，其实地球上的东西它本来就在这儿，你拥有与你不拥有区别也没有那么大。最终呢，就像一位哲学家说的，我们一生都是在海滩边去搭沙子城堡，就像小朋友搭的沙子城堡。过了一段时间，海水退后，其实都又恢复了沙滩，一切我们所搭的城堡都是会化至灰烬。所以就说呢，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特别的用力的生活就特别容易疲倦。反而呢，我们放下这种所谓的执念，然后呢去接受各种的可能性，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想要的一切，也许以不同的形式，最后还是会如约而至。有一句话就是说 STOP， 它可以理解为 Start to open new possibilities。 当你停下手上的事情，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一些新的机会、新的尝试，一段新的旅途。好，这是关于出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么你可以看完出世的角度，再回头翻过去看一看入世的技巧，然后呢，从出世和入世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机会，我们该如何去理解。那么下面我们也听一听经历离职的小伙伴们，他们是怎么思考的，他们是做了什么样的人生选择。我们住的小镇五颜六色的。Hi, morning. Hello. Oh, you wanna be grand? You want to help us? You want to help? Yeah, you can help. We have another friend. 去过复旦大学，会讲中文，一点点，会讲一点点，因为在上海生活了1年。1年是读书吗？读书，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然后毕业以后回去了法国。回去法国，然后回爱尔兰去中国。No， 工作。How do you say work？ 工作。Yeah， 对 ，work where？ 我去了爱尔兰工作。怎么来到这里了？工作。This is not my real work. Of course, yeah. 我的工作Pinterest. You work at Pinterest? Yeah. Pinterest 的办公室就在我们住的附近啊，在硅谷，在刚刚一起刷油漆的那位小哥啊，他叫做 Jeff。然后呢，他就说他是法国人，在法国长大，但是呢，中学的时候跟着爸妈去了东南亚。所以呢，高中的毕业以后就选择了又去中国，在复旦上大学。复旦读完书以后呢，他又回到了法国。
候，在法国碰到了他的女朋友，然后他的女朋友其实呢是在中国出生的，1岁的时候被领养到西雅图去，所以是在西雅图长大。当时呢，他的女朋友是从西雅图去法国学法语，然后他又是法国人嘛，他们就在法国遇到了以后呢，又一起搬来了爱尔兰，他们在爱尔兰工作。他上一份工作就他说的在为 Pinterest 工作，最近呢也是经历了 layoff， 然后呢没有工作了，但是呢他跟他的女朋友就继续生活在这里。然后呢他在这小镇上有一个法国朋友，然后呢法国朋友他就问那法国朋友说，哎，我们一起来经营这家小旅馆吧。他就在这家小旅馆一起帮忙他的朋友的旅馆帮忙刷刷油漆啊，然后呢做一些其他的工作，跟他女朋友继续生活在爱尔兰的最西部，所以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他也说呢，他们现在的很多认识的朋友也经历了科技公司的裁员，那他们其实想的是非常的清楚的，就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继续的去在工作上面去付出更多的时间，也许价值和回报是比较低的。于是呢，他们就做一些其他的工作，然后每天读读书，去享受一下这边的风景。他说大概6个月之后，他打算再回到这个科技行业，再继续科技行业的工作。Moved to Dublin 7 years ago. Was there for 4 years or something. I was working in tech and COVID arrived. They said we could work from home. Decided to move to the countrysid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island. My last company who fired me a month ago. Oh, cybersecurity. Oh, how's your feeling about work remotely and then living here? And Yeah, I was a bit hesitant when leaving the city because I was lived in the cities. I lived in France. I was one of the biggest city in France, and I also lived in Asia for 4 years. 2 years in Laos, in the capital, Shanghai, and then I spent a year in Bangkok as well. Nice. And Yeah. moving to the countryside is going to be hard. But actually, I think life is a lot better. I feel like people are way of life that's a lot more chill here. They're nicer. Everyone says each other. I always feel like people, especially people from Europe, like sometimes they don't feel too much pressure about the plan. When I started working, I was a lot like this. I wanted to go into corporate world, climb up the ladder, position, become a manager, and all this. I knew where I was gonna be in 5 years. But now that I've lost my job and started doing things more manually, it is a lot more in working in tech. So it's nice to be doing something that's not as stressful, and it's making me think of perhaps I'm not doing something that I love, and I should actually probably change career, even if it means 3 times as less money as I was making before. Yeah, but you Just will being feel able more to enjoy what I do is much more important. So now how do you feel like what would make a happy day? Yeah, waking up and knowing that you're gonna be doing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mind too much. I know no one can do something they love all the time. It's impossible. It's always, And then how would you define success? it's gonna sound a little cheesy, but I think success should be before was having a nice job title, and a lot of money, and job security, and be able to travel all the time and spend your money without looking at the prices. But this is where I come from, so it was hard for me to detach from this. But yeah, it's gonna sound cheesy, but of course, success to me right now is more like if you're able to enjoy yourself, and that's a lot better. One important thing is just to control the desire. You don't have to buy like certain type of house or money or clothes. Like ever since we decided to travel, I stopped doing shopping and save up money to just get some time back and enjoy life itself. Yeah, I feel lik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still need to work on this a lot because I'm still a bit like this, always wanting more and more and more. But I think working on being thankful for what you have can completely switch the balance between if you just spend a few minutes every morning or every night before you go to bed, reminding yourself of what you've got and being thankful for it, you're gonna stop wanting other things. Okay, I already have it all. Like. 然后我们开车到了丁格尔小镇，然后这是我们现在住的民宿。看一下，这边是厨房。哇，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这边是客厅，这边有一个可爱的小院子，洗手间，另外一边是客厅，还有一个很文艺的书架。上楼看看。还有 patio。哦，这有一间卧室，哎，这卧室有一个
很酷的阳台。这个房子的结构好特别。看这里还有一层，上面是什么呢？哦，这里还有一间小阁楼。看，打开阁楼的窗户，哇，外面有很美的湖景，还有山景。嗨。How old are your kids? 7, 5, 2, and 8 months. Yeah. So 4 boys, four handfuls, but worth it. What do you feel makes a happy life? Family. We talked about it earlier on, but that's it. It's once you have family around, and there's an old saying: once you can have a halfpenny more than you can spend. Not a lot of money, just a half a penny more than you can spend. Wow. That's all, yeah. So, what family is it basically? You live through certainly to your kids, but even if you don't have kids, your parents, it's definitely family. And I have found that as I get older. When I was younger, it was alcohol. How do you define success? Success is, I think it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I would rather take more time off and, just have enough. But even if I didn't have enough, I'd still rather the time off family. Yeah. Going for a coffee, going for a beer, going for a walk. Yesterday morning, me and my eldest son, 7 years old, Frank, we were out kayaking right over to that beach, right, as you see over there. And we went for a swim, and that was 7:30 in the morning. And that was success. I have pictures of him smiling on the beach at 7:30 on a random Wednesday morning. And that's how I define it. Try and live more in the moment, but it's very much the future. Another saying, life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re making plans. You might be up 60, 70 years old and realize, wow, I got a great future, but I have no past. I know. Wow, that's so smart. Let's go. 出发啦！看我们身后是一个房车营地，它就在我们住的小房子的旁边，非常好的海景的房车营地。看这边还有很多台房车，在欧洲非常常见这种 B 型的房车，像美国那种 C 型或者大型的，我们的那一台像可以扩展的 A 型，像大巴一样的房车就很少见了。然后我们刚聊的这一台车的主人，他们是住在Munich， 德国的慕尼黑。然后他们说呢，他们从德国开车开到了法国的港口可以搭渡轮来到爱尔兰，然后渡轮的时间19个小时，19个小时的渡轮，睡一觉，然后呢就到达了爱尔兰的港口。从爱尔兰，他们现在环爱尔兰游，之后呢，环爱尔兰之后就继续去再坐渡轮去苏格兰，英国大陆的北边。然后他们说呢，之前也是开车在美国、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这些也都玩过，也是一直行走在路上的人。